大家会对这个有一点点的期盼，但是又可能戴过以后又会有失望。它宣传里面就是经常说这个是 4K HDR 的，但是很多人一戴上去就会觉得，诶，怎么会糊呢？怎么会对不上焦呢？跟我们家那 4K HDR 电视怎么不一样呢？对啊，这个就很值得来说一下的。主要就是它用了菲涅尔镜片的东西，它这个菲涅尔镜片的特点就是有所谓的 God Ray， 甜蜜点也比较小。我自己对比过。它跟 Quest 2，因为同样都是菲涅尔镜片嘛，好像它那个甜蜜点是比 Quest 2更小一些，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看错啊。我以前不会太关注到那个甜蜜点的问题，但是这次就让我明确感受到，要调很久才能调到让我觉得清晰的程度。但是到底是它比 Quest 2的甜蜜点还要小，还是说是因为它这个佩戴方式导致的？很难找到这个，对，这个不太清楚，因为它这个佩戴其实是3部佩戴嘛，对不对？是。它那个瞳距调节的时候，它不会显示是多少，这点也挺不爽的。人家是用眼追的那个方式提醒你，直观的提醒你嘛。他说，如果你是正确的时候，会有一个蓝色的圈圈，就说，哎，对好焦了，你这个是正确的瞳距。我在用那个它那个眼动的去调瞳距的时候，我感觉我可能转半圈它都是蓝色的，可能已经从63到67啊这个区间，它甚至对我来说它都是蓝。就是说一个范围内他都认为这是合格的对，他没有那么精确如果是一个之前明确的去测过自己瞳距的人，我就想调到65它其实是不支持的，这就是不提供数字的缺点了。但是如果它不影响你的观感，或者说没有造成额外的这种右眼压力的话，其实倒也还行，对吧？对，对。但是你们觉得这个清晰度这事儿到底是因为什么？真的是甜蜜点比它小吗？因为我也没有做详细的对比，甜蜜点到底是比Quest 2大还是小？或者说跟惠普之类的比，但确实像你们说的，这个难度是挺高的，找到这个清晰的区别。我觉得这是我遇到过的这个寻找甜蜜点最难的一个这个头衔，甚至在此之前其实不会注意甜蜜点这个概念，就是你戴上，然后看清了，OK 了。甚至我看到社区里面有人在讨论VR 产品下面讨论 iBox 大小的。是啊，以前从来没有人讨论过的。iBox 在 VR 领域一般人不会讨论这些东西。是的，怎么能找到这个合适的这 iBox？ 所以就觉得这个有点奇怪，因为你在 Quest 2的时候还不至于这么麻烦找不到嘛，但是这个轻轻动了一下就会，怎么会失焦呢？怎么会糊了？第一次玩的时候，我都怀疑是不是我的近视加重了，我怎么看不清楚？我这里面感觉还可能有一个原因，就让我对它一上来有一点失落，是因为我之前一直在用那个 Quest Pro，用一个 Pancake 透镜，它的那个甜蜜点肯定是要比一个 Fresnel 的要大很多。一旦你再退回到 Fresnel 透镜的时候，这个可能会让你觉得，怎么我还需要调一下？原来那个 Quest Pro 你戴上去就 OK， 哪怕你上下错一些也无妨。而且那个 Quest Pro还会提醒你调整上下的佩戴。是的，这个还真是一个普遍的问题。很多人现在说 PSVR 2不够清晰，你都不知道他到底说的是哪方面不够清晰。对，因为其实是有很多方面的。有一些人是觉得对不上焦的那种不清晰，有些人是觉得加了矿纱窗膜的那个，上面蒙了一层脏东西那种不清晰。对，是的，那个让人感觉蛮不舒服的。那个是 OLED 的那个 Mora， 这没办法做到太好，但是这次也真的很严重。当然也有佩戴方式不正确，找不到甜蜜点，对吧？因为屏幕上它当时有一层叫扩散膜也好，叫什么怎么翻译其实都行就是它把那个像素间的间隙做到模糊，这样你就减少了杀伤效应嘛。但导致的是画面会没有那么水晶般清晰，就一个像素一个像素那样的清晰。有些人会觉得，这个虽然分辨率好像上来了，但是好像有一点点模糊的感觉，是那个细微的模糊，那就是因为是这层膜它那层膜可以摘掉吗？不能单独接下去的，因为它是属于屏幕的一部分。对，但是可能对我而言，我宁愿去看它那个纱窗效应，我也不想看那层膜。对我来说，就是我不在乎它磨不磨，我就宁可它没有那层脏东西，摩尔的那层脏东西。对。但是现在确实你也没得选，这个 OLED 也是有它的好处，很纠结呀。很多人说模糊的，咱们也没法说是为什么，因为原因太多。是的，其实我给我朋友试过，他就带上这个 PSVR 2还有 Quest Pro， 他觉得调这个 PSVR 2就很麻烦。就很难对到一个清晰的位置，但是一戴上 Quest Pro， 他说哇，怎么会这么清晰？这就是一个佩戴成本的问题，就是你调到一个适合自己的位置和角度。而且他觉得这个 Quest Pro 戴上去
是更舒服一些，可能没有压脸吧。哦，只是那个因为戴在压你没有加那个眼罩，所以它就是对通气性比较好，但也不遮光呀。对，可能它说的清晰也是跟没有了那层膜的关系。而且它比较容易对焦，再加上这个 pancake 的时候，可视范围会更大一甜蜜点，大很多。这个舒不舒服这事儿，反正 Quest Pro 确实现在我也认为是舒服的设备了。但是 PSVR 2是真的舒服，是吗？对，这个我倒是想说，我觉得有的时候好不容易调得很清楚，开始玩游戏，但玩一会儿，我觉得开始压了。开始压头了，就直接往下掉，就是那个还是脑门的位置吗？就整个往前倾嘛，就是有点压头的感觉。它头显会往下掉是吧？对。它稍微往下掉一点然后你的那个甜蜜点就又对不上了。对，有好多人反映这个啊，玩着玩着看不清了。我为此专门去剪了一个短发。我看到网上有人就说你要戴一个帽子，或者是戴那个运动头带。会好一些，但是我这个我还没试。那这以后还得有一个专用的 VR 头套。然后我有粉丝就建议说加一条毛巾垫在后脑会好一些。好家伙！但是这个我没有试过，可能那个运动的绑带，这个吸汗那个带子可能会有用吧。我觉得应该也会，但是这个就又加了一层压力在你的头顶上，舒不舒服就见仁见智了。我自己是习惯玩了一下以后要自己再调，我就希望可能有个第三方的东西可以固定一下。而且你记得 PSVR 1的时候其实是没有这个问题的，因为那个时候不是菲涅尔透镜。那是非球镜嘛，所以反而是偶尔晃动了也不会太影响。但这次这个是真的会影响。但是舒服不舒服这事儿，就可能还是跟每个人头型的佩戴方式有关系。我之前会觉得 Quest Pro 特别夹头，就两侧甚至夹的都特别难受。然后呢，后来我是用了很久才找到一个正确的佩戴方式。对我来说，就是我总以为那么挂着的方式应该把它旋到很紧，但是后来发现其实不用那么紧，它也是相对稳的，然后就没那么难受，而且会觉得就其实还挺舒服。PSVR 那也一样，就注意不要太紧的话，可能就还好。尤其是那面罩，反正有些人也不喜欢那个面罩，但是我就会觉得这个一个比较轻薄的这么一个方式搭在脸上的方式，比那个泡棉啊那些，我觉得是更舒服的。对，它那个面罩我个人感受也是蛮不错的，而且它的那个鼻托那个地方做的还很有意思，它做了2层。对，我之前用的你像 Quest 之类的，它的那个鼻托一定会漏光，比如它比如说给老外设计，老外鼻子高一些啊，这个 PSVR 2它直接整2层，然后贼软，所以你鼻子甭管高低，鼻子那个地方都不会漏光。对，而且不痒，我觉得这个很重要。其他的面罩加上这个是痒的，我是想把它脱下来的，但是这个我不会，因为是硬纸嘛，就要么是顶在鼻子上，觉得喘不过气来。要么是稍微好像能碰到一点就特别痒，但是 PSVR 2这个就真的好，鼻子这个地方真的处理得好，而且那个2层设计确实。但是因为它太软了，所以对于像我这种戴眼镜的用户来说，有一个问题就是，我如果一开始没有很好的把眼镜塞到橡胶罩里面的话，有可能会把它那个橡胶罩压到我的眼镜的镜框，就是压到边上。然后导致反正你也不舒服，但是有时候你意识不到是因为我的眼镜压到了它那个边框。这种情况你会觉得有漏光，对，就觉得很不舒适。然后过一会儿好像这个不太对，拨回来就好了，给它拨出来。这个是我这种用户没法体会到的。下一次为了更好的做评测，你要配一个平光镜。配个平光镜对。所以我自己有考虑过要配一个那个骑士镜片，可能要1个月后才有。就不管是设置新手用户引导什么的，我觉得做的都有待提升。说起是缺乏引导，我觉得给其他新的人去戴这个 VR 的时候，就是戴上你本身已经设定过激活好的头戴，他们是不知道去怎样戴，就没有这个新手的引导，我觉得也是比较麻烦一点。教他怎样去做这个3段式的佩戴，他可能有些人就没有这个耐性去做，就觉得哎呀很麻烦了，随便弄一下就好了，导致最后那个体验就没有想象中这么好。而且我们也不知道他戴上之后他到底有没有看清楚，就你问他看清楚了吗？然后他说看清了看清了。对，其实他可能只是这就是刚才的问题了，哪种看不清啊？对。对于这个想扩散 VR 玩家的受众的问题很艰巨啊，需要他们好好的改善，太多东西可以改了。
是的，我已经可以预见到今年如果拿 PSVR 2做玩家活动会遇到的服务问题了。已经可以在想话术了，是吧？哎呦我天哪！我现在已经开始想了，哎呦 ，OLED 的这个事儿，你们有什么就感觉吗？比如色彩，然后鲜艳度啊、亮度、饱和度，还有它的宽容度，就很好吧。很好，对，很好，颜色是真的没话说。第一次感觉到有这么的，尤其是现在大部分玩家都是从 LCD 时代的这些设备过来，那如果他体验过这个，肯定会看出来区别。对，我觉得那个黑是真的黑，这个事儿是真的蛮好的，真的黑，对，这没得黑这个，对。但它会带来一个问题，这个也是我用了之后我才突然觉得，就是为什么我们带着 PSVR 2的时候会觉得它那个炫光和鬼影那么厉害？因为黑的地方太黑了呀。因为对它黑的太黑，就第一它是一个 OLED， 它太黑了。对，第二是因为它的那个遮光罩啊，它罩做的就照的太好，它那个不怎么进光，所以导致当你画面中呈现的是黑色的游戏画面或者内容的时候，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炫光，就在其他黑色部分显得尤其的明显。你说这个前面还有一步，黑色这么黑的前提下，但凡有一点亮，它都特别亮，所以对它就有炫光，对吧？它就必然有炫光。你菲涅尔就算加了什么黑科技，它也有炫光啊。然后再加上你说的这个面罩遮的太好了，自然光也进不来做干扰，所以那个炫光就非常明显。对，就是我没有遇到过这么离谱的这个炫光，就是值得我吐槽的炫光。然后我后来想一想，可能就是因为它用一个 LED， 然后再加上它的面罩太好了。黑的太黑，亮度很高，它的亮度应该是2倍多，相比于 Quest Pro 跟 Quest 2。对，然后呢，所以因为亮度高，黑色黑，然后它的宽容度，就是色域这些太广，导致才导致它有 HDR， 对吧？对。那但是缺点就像你说的，就非常明显的这个菲涅尔的缺点非常明显的暴露出来。那你们会把那个亮度调低一些吗？不会，没有去调。就是你之前跟我不咱们俩讨论那个关于那个模糊的问题嘛，然后你说调低了就好了，但是我想了想，我为什么要调低它呢？我买它不就是为了那个亮度跟色彩吗？对，这个就是很矛盾的一个是优缺点都非常明确。对，所以就是在像生化危机8里面的时候，就对比度就很大了。对，宽容度拉得很高的时候，你就觉得这个炫光这事儿简直离谱。但一进到这个地平线之类的游戏的时候，你就觉得色彩真好，你就不太关心那个炫光的事儿了。但是进去地平线就会发现模糊的问题。对，就是那个纱窗的那层膜。完了，今天都是吐槽。对啊，咱说好的是，怎么这都是吐槽了呢？这。那我们说一下游戏吧。好呀，好吧。对啊，我觉得这个还是值得的吧。我觉得就现在应该没得黑。